不是你干什么？冷静啊！别动我！你这是，我是秀才，我是秀才！你敢推我？你敢推我？你敢推我？你敢有辱斯文？别闹了！有辱斯文！有辱斯文！眼下大房家事不利，反倒劳动你们大家不辞辛苦过来。品兰姐姐，啊，给我。是琪琪。不许见机女子入门，是我盛家家训，并不是无理取闹、飞扬跋扈。你孙家要顾子嗣，我盛家舒兰也要尽孝。我儿说的没错，孙秀才，你身有功名，却流连烟花之地，纳妓为妾，败坏斯文。好得很。各位贤达耆老，请看了这张集气单子吧。请看，这不是天鹰阁老鸨手上的户籍单子吗？没错。孙志高，你这个畜生！你有小女嫁妆做嫖资，替青楼妓女赎身，你却不知道多花一笔钱买断她的贱籍文书啊！孙志高，你为贱户妓女逼休良家，我凭这张户籍加一纸状子，递上汴京学政，难道学政会保你功名？高哥，你少年得志，12岁中了秀才，原是光耀我们孙氏门楣的人，不想你如今变成了这样。我劝你还是跟盛家好好商议再说吧。宗叔，你可姓孙呀？哎，你们孙家的难处我也知道。好不容易有了后，哪能轻易放手？况且，志高有一那女子，又有情谊。但是，我们盛家的孩子，是断断不能与娼妇互称姐妹的。我看这样吧，嫁妆呢，赔给你家一半，两家和离，也算全了这3年的一番姻缘了。到底是老太太深明大义呀，如此自是再好不过了，也不可伤了两家的和气呀。我们家退让已经到这一步了，如果你们还不肯，那我就拿着这张荐契书告到学政去，全县的人看看你们家的孙秀才的体面。一半也1000多两，这些日子是做饭洗衣的，这个油快多了，家里那个还总觉着有烟味，买奴婆也有钱。哎，行了，娘，我知道，到处都有钱。和
合理就合理。文书，我们家已经备好了，劳请文书先生给我们家做个见证。哎，等等，嫁妆呢？嫁妆单子。嫁妆单在此。有辱斯文。女方请上前画押。我来，母亲。舒兰，你无才无貌，寡淡无趣，本不应该配我。以后配个杀猪种菜的，记得要贤惠些。好色妄言，无德无心小人，多情妄语，我的恶心！哎，你。如今你是真敢说话，真敢担当了。你那几个哥哥都没有你张扬。孙女是胆大妄为了些，可那和离书总算是拿到手了，舒兰姐姐也可以逃出升天了。再者说了，我戴着长帷帽呢，全身都遮住了，什么都没被瞧见，人家也未必会认得是我。你想得美，那契书在盛家手里拿着，自然猜得到是盛家女儿所为。贺家哥哥答应给那楼里的妈妈看诊，他要是想头风得缓，夜里睡得着，自然也不会多说半个字。那贺家哥哥对你倒言听计从。贺家哥哥是个好人。这次回来，你遇上舒儿的事儿，也算是经历了人生事故。大祖母算无一策，大伯伯、大伯娘和常务哥哥，也都是一步一步按着谱子走。有些人凶狠些，有些人就装软和些，张弛有度，破财免灾。再加上您孙女机灵，这事儿也算办得团圆呀。也亏得孙家余禄，连急器都不知拿，咱们家也算拿得住。不过是脱层皮，还能回头。若你舒兰姐姐嫁了高门显贵，再碰到这样的人，再想回头，那就是
叫天天不灵，呼地地不应了，那只有活活的被折磨下去。孙女明白祖母的意思。贺家哥哥对你言听计从，这以后要过起日子来，才能舒心呢。祖母，我还是为淑兰姐姐委屈。淑兰姐姐是高门低下，本应当顺顺当当，这孙家的吃喝可全依仗着淑兰姐姐的嫁妆，也理应对她客客气气才是。可是这孙家，却反而觉得，越是对大姐姐呼来喝去，越显得自己不为钱财所动，身份高洁。这就叫软饭硬吃。软饭硬吃，亏想得出这个词来。说得对，你淑兰姐姐太软弱了，全然不知道与他们理论辩解，更怕触及夫君那摇摇欲坠的自尊。为讨欢心，每每做小伏低，一味的忍让。你大伯父大伯母心疼女儿，生怕她受苦，每次一吵，便送去很多银两，想拿银钱买太平。碰上孙家母子俩蹬鼻子上脸，全然不把你淑兰姐姐放在眼里。祖母跟你说这些后宅之事，也是以备万一。我自己心底还是要为你挑一户人口简单、婆婆慈爱、官人敦厚之家，过日子别有什么波澜，一眼望到头，那是最好的。可是祖母，这世间万事岂能如意？就拿孙家来说吧，寡母喜仪，童子重视，那当初在大伯娘心里，他就是好人家。可谁能想到，最后淑兰姐姐却如此收场。可见，高门显贵也好，小门小户也好，都须得尽心经营，步步小心，最后才能和和睦睦的。说得好。我在想，老太太啊，姑娘，大老太太不好了啊！走，看看去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找谁？都在这儿啊。淑儿，我的淑儿，祖母，我的淑儿。祖母找谁？是你们那个从小就过世了的小姑姑，她叫盛树。就这么抱着你，看你咽了最后一口气，伤怀中，你宠妾灭妻，为丧孙女，孤心而已。我去阎王爷那儿去告你。说，孙女，娘，赶紧抱我，抱着。母亲，
上信听闻姨父寻张王中，未知如今可有消息。今在右阳见盛家总墓俨然，念小娘扬州孤坟无靠，明于汴京玉清观，设了灵位香火灯油。姨母若上京，也可一拜。顿首，问姨母庄安。听说右阳地僻，没有地铺，不能及地。这几两银子你拿着啊，就当是给走马头子的赏钱，请他尽快送到。是。婶婶，这么大的雪，天寒地冻的，这路上非常滑，让孩子们去吧。心意，国母会知道的。您就留步啊。妹妹，我们一块儿下去就好。
我！二叔，你再这么扎下去，我的腿都给你扎废了！婶婶，大家看好了，母亲安顿好了吗？怎么了这是？街上乱得不堪，木心灵就托付在一户妥当人家，等兵乱退了以后才能出城安葬。我明儿呢？我家姑娘呢？不见了，啊！因为我们跑散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呢。先是败军贼寇入了城，后来来了一队官兵，说是跟着一个什么校尉追击刘寇讨。你们怎么能把明兰丢了，自己回来呢？婶婶，去，快去把我明儿找回来！婶婶，哎，快来人！来人！你们赶快去找，快去！快！还有什么情况？我的爱宝，快！来，给姑娘，坐下这来，这里走了吧？顾二叔，你投军了？没错。我想着如今有叛乱，正是好机会。我找人去禹州的朋友帮我写了封书信，正好投军去。公子，永泉街上已经平了。哎，六个人。前门怎么样？正如公子所料，西门一关，那边贼寇便乱了阵脚，往前门逃去了。现在就等前路平定，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你说就是我说的，等酉阳平了，让他们跟着我去县衙领酒吃。谢于后，以后大功了，咱同六姑娘还真有缘分啊。跳！顾二叔，你怎么还只是个虞后？哟，你还嫌我官小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觉得，你从虞后升成都虞后，来这可就来错了。何错之有？今天酉阳虽乱，也只是一时之乱，并没有什么兵乱。你来这儿也并不能立什么军功，若是在前线搏杀，岂不是升迁更快？我没有在前线，你可知道是为什么？那当然是因为你脾气傲，得罪了上司。我是得罪了我的上司，但不是因为脾气傲。那就是因为你打得胜，打得快，挡了别人的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顾二叔，你会回汴京，又或者是还是从顾家的军，没想到你投军了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这世上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我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功名，我觉得是我的荣耀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为任何人而活，只谋自己一个逍遥快活。哎，你敬我干什么？我羡慕你。若是
若是我能为自己而活，也不枉这一生了。只要你想，你可以的。我不行。可以。公子，公子，街上的流寇都扫干净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这原来是六姑娘家的老宅。小的方才听说她的家人脱了衙门，正四处寻找六姑娘的下落。既然街上流寇已经扫干净了，你就速速回家吧。干嘛？您不送六姑娘？不送了。多谢郭二叔相救，也多谢郭二叔体恤。知道，修建兵啊。哦。你把这袖剑拿着，万一路上遇到贼人，便把它扔出去，就能化险为夷。这是什么？袖剑。为啥？你头壶都百发百中，袖剑怎么会失了准头？我要出人，你有什么我就砍死你，银钱留下。不，你别动！你站住！你别过来！我……哎呀！你别过来！站住！女侠饶命啊！女侠饶命！公子，外发北路，外部传扬剑无虚响，您这要找六姑娘领赏吗？这，刚才险些失手。这个混账小丫头，刚还说她娴静豁达，转脸就这副嘴脸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神箭手。您什么时候说过她娴静豁达呀？你没听见？您是在心里说的吧？公子，要我说呀，你要是真不放心人家，您就应该亲自护送人家回去才是。您说干什么在这偷偷摸摸的？人家六姑娘身后有袖剑保护人家。你不懂内宅的事儿。他若不让别人看见，说他在扶丧期间结交外男，这是项罪。那早知道让六姑娘宽了丧服岂不是更好？这你宽了丧服，万一被那些挑骨头的人看见，肯定要说他闲话。不如这样，两相便宜。还是公子想周到。哎呀，这和打仗是一个道理，只不过他们的战场不在马背上而已。怎么办呀，姐姐？
太太带，老太太带娘子了，你这边急得要命。金小姑娘，你回来了。祖母，回来了。祖母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 回来了！菩萨保佑！吓死我们了！这是老太太在天有灵，保佑着这孩子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上一次遇到流寇，就觉着不妙，没想到是真的闹起来了。我们右阳离南疆那么远，居然有流寇作乱。 这世道是不是真的要乱呢？我们原本想过了年再走，如今这形势怕是不能再等了。这儿媳妇，明天等老嫂嫂入了土，我们就回了。县衙来人说了，流寇有些被杀了，有些都抓了，不成气候。不然，再留几日压压惊再走吧。 也不光是为流寇，我更怕朝堂要动荡。婶婶，那侄儿就不留了。定为婶婶找艘好船。不，水路太慢了，还是走陆路吧。咱们横竖都是和盛家一条回京的路，为何不打招呼一起前行？这样人多也热闹。有什么可热闹的？他们都是女眷，我们凑上去多有不便。再说了，你该把蓉姐送回京城去了。六姑娘说的对，蓉姐再这么跟着我颠沛流离下去，真成一个野丫头。哎，这要说回来。 也不知道六姑娘冲撞了什么，怎么总遇到贼寇？不是她总遇到贼寇，是四处都已经是贼寇。祖母，你也不要让他们忙，你坐下，坐下。公子，肉，来。爹爹，咱们干嘛不去吃兔子呀？爹爹现在没钱了，滚开！那咱们能让马儿快一点不？这，我想快点见到常嬷嬷。
蓉儿啊，现在天冷了，风吹着爹爹头子，不能骑得太快。吹吹吹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疼疼飞走了。真乖，蓉儿是爹爹的乖女儿。爹爹，咱们是不是得慢慢走？服从前面那个掉进江里的大姐姐。那个不是大姐姐，她的兄长是爹爹的亲兄弟，盛叔父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应该管他叫姑姑才是。小姑姑。公子，六姑娘管您叫过儿，龙姑娘管六姑娘叫姑。这辈子都全了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谢公子赏。小姑姑，小姑姑。小姑姑。我若是你，就不会想要去动坡下那堆人。朋友，我是曹帮姓石的，今日你给我一个面子，放了山下那只肥羊，我曹帮也承你情。知道。好姑娘，爹爹大家别吓着你。弟弟小心！上！岳阳楼记。庆历4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，乃重修。岳阳楼分其次，旧制，课堂前今人诗赋其上，主语作文以记之。与官夫巴陵生传，在洞庭野湖，田野山，天堂江，浩浩汤汤，腾无际涯。朝晖兮，气象万千。鄱阳楼之大观也。前人之数倍矣。远隔北青霞，南极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此，览物之情，人无异乎？若夫淫雨霏霏，炎热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河浪排空，日星雨耀，山岳天息，商旅不息，长青急摧，红日冥冥，九霄连体，分四蝼蚁，归谈未接。满目萧炎，感极而悲得若曾家能代为传一句话，让3山4水的兄弟们都放过那只肥羊，那大家就能平平安安的过个年了。
吧。好的，公子。走。谢谢爹。走，快回去。好，辛苦了。都好吧？嬷嬷，我去开门吧。给我。去，到别家花园去。哎呀，菩萨也没保佑过我们家。谁呀？公子。嬷嬷。叶哥。